大家好，我是基德。包玉明案发生后，我一直在想自己能为孩子们做什么。我的答案是，如果能用一个简单明白的视频推动恋童癖这个概念在社会认知层面的普及，让大家正视它，不羞于去谈论它，最后才能在立法、舆论、性教育等各个层面去遏制它。那么现在让我们开始。如果你已经16岁以上，却反复对青春期前，一般是13岁以下的孩子产生强烈的性兴趣，且持续6个月以上，甚至你的性幻想行为已经干扰了你的正常生活，那么请注意，你是一个恋童癖。有人可能会问，如果我正好16，喜欢的人13岁呢？所以一般在评估时还有一条标准，就是你比受害儿童至少大5岁。如果你仍然符合条件，先别急，听我说完。恋童癖是一种性变态，你必须牢记这一点，它不正常。但如果你还没有做出任何伤害他人的行为，就先别急着定义自己，因为恋童癖的严重程度有强弱之分，你可以选择做一个好人。在普通人群中，恋童癖的比例为 1% 到 5%， 这个比例其实很高，说明在我们从小认识的同学朋友中，很可能就潜伏着若干位恋童癖，他们主要是男性，女性比较罕见，而他们下手的对象一般是10到17岁的儿童，也有3岁以下的案例。与一般人的直觉不一样，恋童癖作案更倾向于男童，受害男女比例为7:3，这点非常重要，请各位父母牢记再牢记，不要因为你的孩子是男孩就轻易给别人带，再熟悉的亲人都不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3至2016年公布的数据来看，儿童侵害案件中熟人作案比例高达 87%。 恋童癖一般在30岁左右显现自己的真面目，在此之前他们往往表现得跟正常人没有区别，会结婚，会生小孩，但他们的婚姻生活一般都有问题，因为他们从成年女性那里不能获得期待的性快感，所以转而把手伸向儿童。社会身份则是他们的保护伞，一个恋童癖可能是孩子的老师、大学的教授、企业的高管，让你放松警惕。根据国内外的实例来看，很多位于社会高阶层的人上人屡屡得手，比如美国的爱泼斯坦案，一个和各大名流政要交往密切的顶级富豪涉嫌幼女性交易，最终却在监狱里自杀身亡，不了了之。恋童癖最常见的作案手法是这样的，比如你是一名恋童癖代表，你在物色好自己的对象后，会先花时间和孩子在一起，看上去就像一个比较喜欢孩子的人。在这个阶段，你会想办法讨孩子的欢心，比如买些零食，或者给小孩喜欢的游戏充钱。等孩子对你产生了信任，你会先使用一些孩子能接受的方式做身体接触，假如孩子还没抗拒，你便会一步步露出魔鬼的獠牙，最终实施性侵。大家注意到了吗？在这个最常见的侵害过程中，唯一能帮助到孩子的人是谁？只有父母，还有提前做好的性教育。父母必须清晰明白地告诉孩子，任何人对你做了这些行为，你都必须马上告诉我。事实上，上面这种恋童癖的作案模式每天每月每年都在发生，形式多种多样，有轻有重。比如2014年，有个班主任老师曹某在补习班上课期间，用手机和现金做诱惑，和12岁的小学女生多次开房。如果说上面这种作案手法尚可防范，那么在另一种恋童癖的案例中，父母甚至都成为帮凶。比如这次被媒体挖出来的网络送子黑产恋，父母通过中介把孩子送出去，一手拿钱，一手教人，至于孩子被送到什么人手中去，就不会太操心。比如2017年的812南京南站猥亵女童事件，群众在车站发现18岁的段某某对女童实施猥亵，而一旁无动于衷的2个成年人竟然是段某某的父母，而受害者女童则是他们的养女。这样的家庭对养女来说就是地狱。这种花心思去领养一个孩子的恋童癖，在实际生活中也更容易逃避法律的打击。最大的问题来自于他们对孩子持续不断的洗脑，小孩会对他们产生依赖，会有息事宁人的想法，会对他们产生同情，甚至会因为想合理化过去恋童癖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产生一种主动去讨好、主动去表现自己爱他的心理。所以我们说，任何一种恋童癖角度的叙事结构，任何一种描绘恋童癖和受害儿童之间卿卿我我故事的报道，都是愚蠢的，或者说是天真的。会去蓄养幼女的恋童癖，都是处心积虑的心理变态，请不要被他们骗了。恋童癖就像社会的癌症，很难根除。它的历史非常久远，古罗马好幼童，神父的罪行，还有中国古代的娈童。恋童癖不可能自己停下来，需要我们与之战斗。在过去，治疗恋童癖的手段非常传统，比如基于认为恋童癖是思想出了问题的认知疗法，主要就是心理咨询师和其聊天，这个当然没什么用。比如基于条件反射的电击疗法，给恋童癖看相关照片，再电击他，反复多次。这种疗法的短期效果已经得到证明，但长期疗效存疑，且改变不了恋童癖的兴趣。再比如给恋童癖喂食降低性欲的药物疗法，这个问题和前面一样，解决不了根本。
目前在恋童犯罪非常严重的一些欧洲国家，允许在自愿的基础上对性犯罪者实施化学阉割，虽然有争议，但倒也不失是个一劳永逸的好办法。大家想一下，恋童癖在短暂的忏悔中下定决心阉割自己，保证日后永不再犯，这样总比给别人带来一生的痛苦要好得多。最后我想重点强调一下，在目前阶段给孩子进行清楚明白的性教育是你能保护孩子的最好方式，也是第一道防线。这个你指的不仅是个人，还是社会，也是国家。请大家不要谈性色变，明明白白讲清楚，到时候怕的就是那些坏人，否则坏人就会在你的难以启齿中窃笑。根据资料看，如果没有外力干预，有恋童倾向的人一生中会多次侵犯孩子，少则20次，多则200次。面对这些从人性深处蔓延出的罪恶，我们只有把人性中好的部分织成一张网，从多个角度合围，才能取得最终胜利。没有一劳永逸，没有捷径，这全部都是为了我们自己。